120，120，只要到120，那条裙子就能上身拍板了。行，谢谢你，又多了0.2。你说你们盛唐的人是不是有毛病？胖成这样还笑得这么开心，你那个年代的设计师一定很幸福，不用管什么显瘦，想怎么画怎么画，衣服做出来人人都夸好看。要是我也能去你那儿就好了，不用减肥，不用称体重。差一点，永远差一点。我不讨厌吃东西，我讨厌的是吃完东西之后镜子里那个人看我。张总说这个系列太小众没市场，他说的对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他让我改成紧身吊带的时候，我差点把裁衣剪子扎他脸上。这什么情况？这什么情况？啊！这不是我那个8平米的出租服，肉还在，行，至少不是灵魂出窍。小姐，您可算醒了，您昏了2天了，老爷夫人急得团团转。小姐，厨房熬了您最爱的羊骨浓粥，您好歹吃2口。热量多少？啥？春桃，你叫春桃对吧？小姐，您不会是饿糊涂了吧？我穿了。升旗和元年，原来不是唐朝，是一个和唐朝差不多的国家，都以丰腴为美。小姐，您说什么？盛乔，以胖为美的盛乔，我不用减肥了。粥端过来啊！我说粥端过来，糊饼也要，小菜也要。小姐，您终于肯吃饭了。你要是再不吃，老爷真要请太医来给您灌药了。小姐，您一口气吃了3碗粥、4个糊饼、2碟酱牛肉，再来一碗。啊！你聋了？再来一碗，不换个大碗，有没有那种海碗？你知道吗？你现在是美人，你林小满在这里是美人。那是什么？哦，苏珊，厨房今早刚做的，天热了，老爷让做来消暑的，拿羊奶和蜜糖冻的。春桃在。如果我前世早知道有这个东西，我这辈子都不减肥。您本来也不该减啊。小满，慢些吃，又没人跟你抢。今天中午有什么菜？回小姐，炙羊腿、蒸鲈鱼、槐叶冷糖、樱桃碧螺。全上。另外，你们会做葫芦鸡吗？就是那种先煮后炸再蒸的。小姐说的是整鸡入油那个做法。对对对，外酥里嫩，骨肉分离那种。做一只。我上一次这么痛快的吃东西是什么时候？高3还是大1？后来就是泰餐、沙拉、黑咖啡、零卡果冻，活得像在给胃判刑。管他呢，好不容易来了一个不用减肥的世界，先吃够了再说。什么设计，什么事业，什么身材焦虑，明天的事儿明天再想。小姐，趁热吃呀！今天厨房还特意加了蜜枣。第5天了，我吃了5天，什么都吃，拼命吃，像要把上辈子亏欠自己的全补回来。但是，然后呢？吃到死，吃到变成一头猪。我穿过来就是为了当一个饭桶。减肥的时候，食物是敌人；现在暴食的时候，食物也不是朋友。它只是我拿来填补那个洞的东西。春桃，把这个端走。小姐，你又不吃了？不是不吃，是不饿。不饿就不吃，饿了再吃。
这是蜀锦，我上辈子摸过最好的蜀锦还是在博物馆。好吧，有些东西大概是刻在骨头里的。都说我吃的多，那不给我吃吧，我怎么有力气干活呢？三小姐，奴婢不是偷吃馒头，是灶上扔了不要的。你叫什么？回小姐，奴婢叫绿娥。绿娥，你站起来。这衣裳穿了多久了？2年了。府里发的衣裳最大号也穿不下，奴婢自己改过，但是你不会裁衣。绿日，你明天辰时来我房里啊，来量尺寸，我给你做身衣裳。你不胖，你是大骨夹，胖和大骨夹是2回事。你的肩膀这么宽，腿这么长，要是穿对了衣裳，你比谁都飒。绿影的问题不是胖，是她的骨架大。普通版型根本容不下它，肩线要加宽，腋下要放亮。她那个身材，上半身要简洁利落，下半身给够空间，再把袖口收窄，显得胳膊有力量感，而不是去换上。这是奴婢吗？这就是你，只不过以前的衣裳配不上你。不是你配不上衣裳，小姐，奴婢这辈子……行了，别跪了。绿乐穿上那件衣服的时候，她看镜子的那个眼神我太熟了，那就是我第一次做出一件让别人觉得被看见的衣服时的表情。所以我到底图什么呢？不是瘦，不是胖，也不是吃不吃。我想做衣服，好的衣服，让每个人穿上都觉得自己被善待的衣服。这件事和我多少斤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小满，多日不见，你这又圆润了。是啊，能吃是福吗？我上次给你写信，叫你保重身体，少吃多动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你这般不加节制。表哥，你多重啊？什么？你多重？我看你这小身骨，风一吹就倒的样子，要不你也该多吃点儿。来，春桃，给表哥上盘治羊腿。小满，我是好意提醒你，你一个姑娘家，成日里像现在这般，你看看长安城里的闺秀，哪个像你这样？这样什么？这样不加约束。表哥，我吃什么吃多少，长几斤掉几斤，这是我的事儿。你要是来府上喝茶叙旧，我欢迎；你要是来管我的嘴，这门春桃门在哪儿来着？那儿呢。哼，这碗茶凉了，春桃换一壶。那位表少爷用过的杯子扔了吧。娘，您真好。你是我女儿，谁敢在我面前嫌你，我比你先翻脸。看见没？这就叫衣服改变气质。绿日现在走路比府里的护院还威风。小姐，您别夸了，就没有再合身一些的吗？这已经是最小号了。姐姐要是嫌松，就系根腰带呗。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不是审美，而是没人觉得衣服该适应人，所有人都在让人适应衣服。小姐，这都什么时辰了？你要去哪儿啊？粮行买粮食，称体重啊！这个破地方又没有体重秤，粮行那个称米的大秤总能凑合吧？小姐，这箩筐上次装的是鸡，管它装的是龙还是凤，来放上去。多少？小姐，奴婢不太会认这个，好像是90斤。不可能，90斤！我恨这个时代没有电子秤。殿下，粮仓亏空的账目已经查了一半，这家粮行是关键。他在称体重，用箩筐？有趣。如今满长安的人吃穿用度一个比一个铺张浪费，倒还有人半夜跑来粮行，用称粮食的秤称自己，
130还是140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心里有数。以前看到这个数字，我会焦虑到失眠，现在就那样吧，130多，这就是我，长安头号美人林小满。谁家的小姐半夜跑来糟蹋我粮行？大爷，对不住，我家小姐就是来。老头子卖了20年粮，只见过给论斤卖的牲畜称重，还是头一回见哪家小姐自个儿钻箩筐里称斤两的。大爷，你这称准不准啊？等我赚了钱，我高低得造个电子秤。这个手感比现代最好的精梳棉还舒服，做贴身衣物绝了。你看看你，干巴巴的，连你自己做的衣裳都撑不起来。你说你做出来的衣裳好看，穿你身上好看吗？夫人说的是，三娘身子单薄，撑不起雍容华贵的衣裳，但三娘做出来的衣裳穿在夫人身上，定然是最好看的。那倒是，你做衣裳的手艺是好，就是这身材，难怪你家婆母总念叨你没福气。锦绣阁的东家娘子，整个长安城最厉害的裁缝，宫里贵妃的衣裳都是她做的。减肥，我得减肥，这几天吃太放纵了，得控制一下。夫人，外面那个说要减肥的是林家三小姐。林家，做布庄生意的那个林家，减肥？她生的那般圆润丰腴，在盛齐正是人人羡慕的福相。她嫌自己胖，还是说她是在笑话我？小姐，您刚才说要减肥，您不是说了不减了吗？不是减肥，是调整。这几天吃太猛了，胃扛不住，正常吃就行，饿了吃，不饿不吃。真的，真的。我现在对体重秤上那个数已经没那么执念了。这叫不为数字活，但要为身体活。牡丹色，放在现代，我打死都不会穿这么显眼的颜色。但是小满来了，来，让爹看看。好，今儿这身好看。她最近胃口好了，气色也好了。那是，我闺女就该白白胖胖的，多有福气。小姐，这只羊腿您不吃吗？不饿了。可是您才吃了1碗饭。够了。小满妹妹，你这一桌菜吃了不少啊。上回我让你注意身材，你还跟我翻脸，这会儿吃得到痛快，我是为你好。你看看人家世家小姐，哪个像你这样在宴席上吃得满嘴流油的，说出去多丢人。表哥，你是不是记性不好？上回我说了我吃什么跟你没关系，还是说你每回见到我就只能盯着我的嘴和我的腰看？我劝表哥把盯着我吃饭的功夫省下来看看太医。你这脸色，我一个不懂医术的都看得出来，肾虚。今天说的那些话，痛快是痛快了，就是你赵表哥面子上不好看。他要面子，就不该来管我的嘴。小满，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你以前可不是这样，又不吃饭，又折腾自己，我和你娘急得不行。现在倒好吃上了，可又改了个性子。你赵表哥是混账，但你今天那话说的也太冲了。爹问你，你是不是为了什么人？爹，我不吃饭不是为了任何人，我只是以前不懂事，现在想明白了。那你告诉爹，什么叫好看的衣裳？显瘦。小满，你再说一遍。显瘦，让穿的人看起来更苗条更精神，胖的人穿了显精神，瘦的人穿了也显精神，不是所有人都要一个模子。胡说，咱们圣乔以丰腴为美，圆润才是福气，显瘦像什么话？你让满长安的娘子们都削尖了脑袋往瘦了去，那成什么样子了？爹，我不是说胖不好，我是说衣裳不该只有一种版型，胖有胖的穿法，瘦有瘦的穿法。现在满长安的裁缝铺子做出来的衣裳全是一个样子，区别只在布料贵不贵，这不对。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做的，祖祖辈辈做的不一定都对。好，爹给你打个赌，爹给你一家铺子，你要是能把它做成长安城最好的制衣坊，不是最贵的，是最好的，爹二话不说，你以后做衣裳的事爹不管了。要是做不到，你就乖乖听爹的，好好吃饭，好好养身子，别再折腾什么显瘦了。而且你要跟爹承认，丰腴才是美。赌？那铺子在城西，叫锦山坊，
3年前就不赚钱了，一直舍不得关。多长时间？半年。成交。小姐，您真要去开制衣坊啊？春桃，你见过有人把衣裳做成不是有钱人穿好布料，穷人穿差布料，而是每个人穿上都觉得这衣裳就是为我做的吗？没有。我见过，我做过，只不过上辈子没人信我，这辈子我信我自己。赌约已立，半年为期。小姐，这就是老爷给您的铺子。完美，一穷二白，从零开始，最适合我了。小姐，您在笑什么？这铺子比我老家的鸡窝还破。鸡窝打扫打扫也能住人，走，干活。但在百姓眼里，这是他们买不起的好东西。春桃，你说，如果有一匹蜀锦衣裳，款式旧，但便宜30%，会有人买吗？那当然了，便宜30%谁不抢？那如果旁边再摆一件布料普通但款式新颖，穿着舒服的衣裳呢？那就看哪个更好看了呗。不是哪个更好看，是让买了便宜蜀锦的人觉得占了便宜有面子，然后顺手看到旁边新款，发现穿着舒服100倍，用老货的面子带新货的里子。明天开业，口号就一句：小姐，这句话一点也不文雅。不要文雅，要的就是烟火气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锦山房清仓大甩卖，蜀锦2两8，云锦1两5，松江棉500文，手办无。小姐，你喊的也太像卖菜了吧？蜀锦，正宗蜀锦，摸摸手感，穿出去说5两银子也没人不信。今天只要2两8。哎，这几件倒是新鲜，这领口怎么是这个样子？您试试。这穿着比我那件蜀锦还舒服。布料是普通棉布，但剪裁是按您这样的身形做的，这叫版型。衣裳的灵魂不是布料，是版型。公子，那间铺子是林家的产业，最近被林家3小姐接手了。用旧货的低价引流，用新品的体验留客，先用面料撑面子，再用版型攻里子。这个姑娘懂生意。第1天营业额8两7钱，成本0。张掌柜，这位就是最近在城西摆摊甩卖旧衣裳的那位林3小姐吧？是，柳夫人好记性。旧衣裳甩卖倒也罢了，就是不知道她打算用什么布料做新衣裳呢？上好的布料可不是人人用得起的。柳夫人说的对，上好的布料确实不是人人用得起的，所以我才觉得布料是给人穿的，不是挑人的。这匹棉布30文1尺，摸起来手感一般，看起来也不华贵，但是它耐磨透气，容易上色不起球。做成衣裳，裁剪得当的话，穿着比很多锦缎都舒服。最重要的是，普通百姓买得起。最好的设计不是用最贵的布料做最华丽的衣裳，是用百姓买得起的布料做百姓穿了都觉得好看的衣裳。林3小姐倒是好大的口气，你那间破铺子卖了几件便宜衣裳，就敢在我面前谈最好的设计？我不敢谈最好的，但我至少知道衣裳的好坏，不该由布料的贵贱决定。穿得起绫罗绸缎的人是人，穿粗布麻衣的人也是人。布料是给人穿的，不是挑人的。衣服下沉市场的潜力。这批新货，我给他们起个系列名，各有千秋。各有千秋？对，
意思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看，不用跟别人比。就是这家，上次那件衣裳我穿了给我家男人看，他愣是说我瘦了10斤。这位姐姐肩宽，适合这件斜襟的，领口加了一点弧度，视觉上肩线会柔和很多。这位姐姐腰细但胯宽，穿这件系带高腰款，上半身利落，下半身裙摆遮住了胯骨，特别显身段。我的天，我穿了20年衣裳，头一回觉得衣裳是为我做的。本来就该是为您做的。夫人，城西那家锦商服上了新货，今天一上午卖了30多件。咱们西市分铺的掌柜说，平时来买便宜衣裳的那些客人，今天一个都没来。才30多件，算不着什么。可是夫人，他卖的那些衣裳布料顶多值100来文，他卖200-300文一件，而且那些客人说穿着比咱们的舒服。哟，怎么了这是？谁惹我们家当家的不高兴了？没事，城西一家小铺子抢了点生意。这月的账怎么比上月少了20两？这事我处理。你处理？你处理了3个月了，生意一天不如一天。你那间锦绣阁要是被一个卖便宜货的小丫头绊子比下去，这可真……我说了，我处理。去查一下林家那间铺子的布料从哪里进的。一个连自己身材都不肯接受的人，做出来的衣裳再好看，也不过是旁门左道。春桃，库房里的棉布还有多少？只够再做20件了。上次在陆家布铺订的那批货呢？掌柜说延期了，说是库存不够。林三小姐，我跟您说句实话，不是没货，是我们和锦绣阁签了供货优先协议，锦绣阁那边发了话，他们的订单优先，其他人的往后排。夫人，按您的吩咐，咱们合作的5家布商都下了优先供货令，林家那间铺子最多再撑半个月就断货了。不过夫人，这么做是不是太什么？优先供货是白纸黑字写在合约里，我用合约里的权利保护锦绣阳的利益，有什么不妥？林小满，你说布料是给人穿的，不是挑人的，可惜布料是要花银子买的，没有银子，你的本事再大也是无根之木。哟，小娘子出来了，识相的赶紧关了这破铺子，滚回你林家去！你们谁派来的？断供、砸店、泼油，这是要把我赶尽杀绝，想让我关门？做梦！第一次正面攻击，他没有倒下。现有资金723千，库存布料还能做15件衣裳。卖完之后，如果还找不到新的布料渠道，就真的完了。林三小姐，陆公子，稀客。听说三小姐的铺子最近遇到了点麻烦，布料被人断供了。陆公子消息倒是灵通。长安城9成的布料渠道在我手里，谁家被断了供，我自然清楚。我有个提议，我给你供布料，品种随你挑，价格按市价8毫算，渠道长期稳定，不受任何人的优先协议影响。条件呢？合作，利润55分成。55分成？你出布料渠道，我出设计和人工，你觉得这公平？你觉得不公平？我的条件35分成，我3你5前3个月，3个月之后月销过500件改成55，月销过1000件改成64。第二，利润里拿出2成，成立女工救助基金，专门招收被丈夫赶出来的女子，无家可归的女孩，教她们做衣裳的手艺，给她们一口饭吃。第三，所有衣裳的设计版权归我，你可以卖布料给别人，但不能把我的设计给别人。林三小姐，你可真不像一个才开了半个月铺子的新手。陆公子，你也不像一个单纯来帮忙的好心人。成交。另外，春商大会的名额我也可以帮你拿到。春商大会，长安城1年1度的制衣盛会，所有裁缝制衣房都可以参加，头名由百姓和评委共同评选。拿了头名的铺子，相当于拿了全长安的金字招牌。柳夫人已经连续拿了5年头名了。
哟，林三小姐，上次我们没说完的话。你们上次泼油烧仓库的事，我已经报了官。你们再来闹，我让你们去牢里吃年菜。你以为报官有用？我们俗不可耐，大庭广众之下欺负一个姑娘，你们几个是人还是野狗？我家公子是苏家的大少爷苏景然，你们要是不认识这个名字，可以去衙门口的通缉画像栏看看，上面有3幅画是我家公子画的。你就是最近在城西卖衣裳的那个李小满。你怎么知道我？全长安都在传城西有个胖丫头开了间衣裳铺子，卖的衣裳穿上能让人变好看。我本以为是以讹传讹，但看你刚才跟那群地痞吵架的模样，你吵架的时候叉着腰，脸气得鼓鼓的，眼睛瞪得圆圆的，像一只炸了毛的橘猫，好看。谁是橘猫？前几天有个人让我画美人图，我画不出来，现在有灵感了。你画美人图，画我插椒骂街的样子。美就是美，美不是坐在那里端着架子不动，美是活生生的。你刚才那个样子，比我见过的所有端坐弹琴、低眉刺绣的闺秀都好看100倍。你能不能别跟着我？不能跟着你，我才能画出画。那不就是缪斯？什么斯？缪斯就是灵感之源。缪斯，新奇好玩，那你就是我的缪斯。我看着你就有灵感，你知道我多久没有灵感了吗？你要是把我甩了，我可能一辈子都画不出好画了。你们画家都这么不要脸的吗？只有我。那个林三小姐的铺子怎么还开着？我不是让人去吓唬过了吗？你做的事我已经知道了。怎么觉得丢人？你派人泼油烧仓库的事传出去是要吃官司的。她一个小丫头片子，他不用告你，他铺子的布料如今是陆家在供，陆巡背后站着什么人，你心里清楚。从今以后不许再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竞争归竞争，锦绣阁的招牌不能沾脏东西。那几个闹事的，赔偿因火灾受损的林家铺面，银子从你的私账里。凭什么？哼，凭你做的事。泼油烧仓库，柳泉什么时候变成了这副嘴脸？还是说他一直就是这副嘴脸，只是我不愿意看？他不让动手，老子就不动手了。林家那个小丫头抢了我们的生意，刘三娘到白起大都来了，好得很。去打听一下林家那间铺子在西市有没有看中什么铺面，他不是不让我动粗吗？行，那我就用他的办法，他看上什么铺面，我就把什么铺面买下来，让他花高价租。银子这种东西，慢慢磨就行了。林三小姐，许久不见。裴相，您怎么来了？这解间很有巧思，领口的弧度往下延伸了1寸，穿上之后视觉重心会下移，让脖子看起来更修长。你是怎么想到的？我自幼跟着祖母长大，祖母年轻时也是远近闻名的裁缝。其实我来是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我祖母裴府老夫人，她年事已高，身体不便，常年坐轮椅。她最头疼的就是衣裳，普通的裙装穿着不方便，她的皮肤又容易过敏，很多布料穿不了。长安城的裁缝她请了不少，但没有一个能让她满意。我听说你做衣裳会根据不同人的身体情况调整版型，所以想问问你愿不愿意上门给她量个尺寸？裴府老夫人如果能让她满意，就等于敲开了高端市场的大门。愿意，什么时候？明日如何？成。你就是小满丫头，果然是个福娃娃。过来，让老身看看。好，好，好，圆滚滚的，一看就有福气。老夫人过奖了。树儿，你小子难得做件靠谱的事儿。老夫人，我能看看您衣上的里子吗？你量轮椅做什么？因为您大部分时间都在轮椅上，衣裳不是给站着的人做的，是给穿的人做的。您穿着衣裳坐在轮椅上，那衣裳就该适配轮椅的尺寸。几十年了，你是头一个跟我说这话的裁缝。这是霍启，霍将军，常年镇守边关，脾气臭，脸也臭，但心眼儿好。霍家那孩子最不爱穿礼服了，你看他那身练功服穿了几百年了，偏偏下个月有国宴，他非得穿正经衣裳出席。你要是有空，帮他也做一身。不用，不用什么不用？你穿着练功服去国宴，丢不丢人？将军，那就量个尺寸吧。好。你怕痒？不怕。
将军，你右臂这里是旧伤，5年前的刀伤，骨头断过，接回来后一直比左臂粗一圈。难怪你不爱穿正经衣裳，左右臂不对称，普通裁缝做出来的衣裳穿着肯定别扭。我知道了，左右袖子分开裁，右臂加1寸量。另外，你经常动武，肩膀活动幅度大，我给你做活肩。谢谢。不谢，做完了让你穿上试试，不好看不要钱。谁啊？这是不是柳家？柳全干的，他把你看中的4间铺面全买了下来，花了将近200。他不是不让你进西市，他是要你花高价租他买下的铺面，被人掐着脖子做生意。那就不租，我先在城西扎根，等春商大会一炮打响，西市的铺面自己会来找我。你倒是沉得住气。我着急有用吗？急了就乱了，乱了就输了。布料的事你不用操心，下个月有一批新到的苏州细棉，我给你留最好的。多少钱？合约里说的市价8折，6折，7折，65，成交。你花了200两买铺面，钱从哪里来的？宫中银子是给锦绣阁进货用的，你拿去买铺面，你是不是又去赌了？200两，你手里不可能有这么多闲钱，除非你把上个月进的那批高价客搜偷偷卖了。他又去赌了，上次说借了，上次也说借了，每一次都是最后一次。可我能怎么办？锦绣阁是他柳家的产业，我一个嫁进来的妇人，这双手绣出了锦绣阁的招牌，但这招牌上面写的是柳，不是秦。小姐，这是厨房用新配方做的乳酪酥山。您都3天没吃零食了。我不是说了不饿不吃吗？可是酥山又不占地方。您就尝一口，就一口。不吃，你自己吃。行，但我不吃，你帮我吃。你吃的时候跟我描述一下味道就行，这样我过了嘴瘾也不用吃进肚子里。好好吃，入口即化，奶味特别浓，松子是脆的，蜂蜜不是特别甜，刚刚好。桂花嚼在嘴里有一股清香。小姐，您真不尝一口吗？不了，你继续。小姐，奴婢好像胖了。春桃，你终于发现了。小姐，你是故意的。小姐，您其实想吃的对吧？想，但想吃和该吃是2回事。我在学着分辨什么时候是真的饿了该吃，什么时候只是嘴馋。嘴馋不是坏事，但我不想再被它控制。那明天我还端来吗？端，但你也吃你的，我也吃我的。我饿了就吃一口，不饿就不吃。你别再逼我，我也不逼你，咱俩和平共处。定金。霍将军，我还没做完您的衣裳呢，哪有先给定金的？不是衣裳的定金，这是羊毛？不，这手感比普通羊毛细腻太多了。塞外最好的羊毛是边关木鸠用高原山羊的底绒纺的，1年只产1季，产量极少。我可以让边关的牧民定期送来，数量不多，1季大概100匹。你为什么帮我？你给祖母做的衣裳很好，她说穿了之后后背不疼了。我娘生前也是坐轮椅，没人注意过她穿衣裳难不难受，你注意到了。小姐，霍将军的耳朵好红啊。他是个好人。行了，干活。这是你画的？当然，本公子看你之前的衣裳好是好，就是绣样太普通了。你的版型是一流的，但纹样跟不上。我帮你设计了一套，你看看能不能用。你是天才。这还用你说？你要多少钱？不要钱。我说了，你是我的缪斯，甚至用不着给灵感付钱，灵感给缪斯付钱才对。让我画你，不是画你叉腰骂街的样子，画你做衣裳的样子。你做衣裳的时候，
跟世界上所有人都不一样。你们听说了吗？城西那个卖衣裳的林三小姐，她自己天天嚷嚷着要减肥，在家不吃饭，是带什么来着？减肥？在我们盛岐减肥？她是不是有毛病？可不是，她嘴上说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美，自己背地里嫌自己胖，这种人做出来的衣裳能信吗？我本来还想去买一件的，这么一说，我可不敢了。一个连自己都嫌弃的人，做的衣裳能好到哪儿去？小姐。你没事吧？减肥的事被传出去了，在这个以丰原为美的世界里，一个嚷嚷减肥的人做衣裳确实讽刺。我真的不在意吗？不，我在意，我在意的要死。被人说嫌自己胖，这句话精准的戳中了我最脆弱的地方，因为它是真的。春桃，把裴老夫人的衣裳打包，明天我亲自送去。做生意不能被流言击倒，我的衣裳好不好，穿的人说了，只要穿的人说好，说什么的都不重要。我确实曾经嫌自己胖，穿来这里之后的前5天疯狂的吃，也是一种嫌自己之前亏待了自己。再后来不吃不饿，也是一种怕自己又被吃这件事控制。但是我做衣裳的时候，从来没有嫌弃过任何一个人的身材，从来没有。我对别人做到了，却没对自己做到，这才是问题所在。善待每一个人的身体，包括自己的。好孩子，这是老身72年来穿过最舒服的衣裳。你最近似乎遇到了麻烦。有人把我的事儿传出去了，说我在家减肥，在盛岐减肥，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做的衣裳名不副实。对。你觉得他们说的对吗？一个嫌自己胖的人做出来的衣裳能好吗？你觉得这个逻辑成立吗？不成立。但人心就是这样，他们不管你的衣裳好不好，他们只管你的人设合不合理。那你自己呢？你自己觉得呢？这是我在古籍阁找到的。前朝有一位裁缝叫沈氏，他自小身有残疾，右腿比左腿短3寸，走路一瘸一拐，但他做出来的鞋子是前朝最好的。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懂脚不舒服是什么感觉。你曾经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，这不是你的缺点，这是你的天赋。因为你比任何裁缝都懂穿不合适的衣裳是什么感觉。裴叔叔，谢谢。上次我钻进去的时候是130多，现在大概也差不多吧，也可能多了1、2斤，也可能少了，谁知道呢？以前看到这个数字，我会焦虑到失眠。现在就那样吧，130多。这就是我，长安头号媒人林小满。你又来称重了？不是，我就是散步。散步散到梁行？这条巷子不是梁行的，路是公家的。这位公子未免管得太宽。你上次嘴里嘟囔的130还是140不重要，想清楚了？你偷听我说话！你的声音太大了。想清楚了，不管多少斤，我都是长安城做衣裳做的最好的，这就够了。满朝文武，满后宫嫔妃，满长安的人，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在我面前这么理直气壮的。不重要。你的衣裳确实不错，给梁行老板做了一件，他穿着比以前精神多了。右臂活动一下。
抬过头顶试试。刀疤是你打仗留下的，它不是伤疤，是勋章。我做衣裳的时候，从来不会想着遮掩穿的人身上的痕迹，因为每一道痕迹都是那个人的故事。林小满，这是我这辈子穿过最好的衣裳。他的下盘不稳，让他先站桩1个月。练功跟做衣裳一样，地基不，什么都白搭。绿影记住了！春赏大会的名额我已经帮你拿到了，但是这次的评委里有柳夫人，而且她已经连续5年拿头名，你要上就是正面刚她。我知道。你真的不怕？怕，但怕也得上，不上就永远是诚信的小铺子。那我再给你加一个条件，春商大会如果你拿了前3，我追加投资，在长安开第2家分部；如果你拿了头名，我帮你把小满衣服开遍大唐。你这是在赌？我一直在赌，只不过我赌的都是有把握的。陆公子，你到底图什么？你第一天在布庄说布料是给人穿的，不是挑人的，我当时就在想，如果这个人的理念能做成，那将是一个比锦缎丝绸更大的市场。而且我想看看你能走多远。成交。这是苏公子画的，跟他以前的风格不一样啊！你看他们穿的衣裳，这版型跟城西那个小满衣坊的是不是一样的？苏公子给小满衣坊画的，那这衣裳……还在做，做到几时？又不吃饭了？你说你这么些年了，身上还是没几两肉，你看看你那手。跟鸡爪子似的。你说你这命，嫁进我们柳家也10年了，就生了一个丫头。人家生儿子的媳妇儿，哪个不是白白胖胖有福气的？你看你瘦成这样，哪像个有福气的人？全儿也是命苦，娶了你这么个没福气的。你要是有点本事，早该再给柳家添个大胖小子了。娘，我做了10年绣花，养活了整个柳家。锦绣阁能有今天，是我一针一线做出来，但我养活了你们所有人。他说减肥，他在圣诏说减肥，全长安的人都笑他。可是我想胖，他被嫌胖，我被嫌瘦。他穿不下别人做的衣裳，我撑不起自己做的衣裳。我们好像没有那么不同，在这个故事里，没有纯粹的反派，只有被困住的人。精神支持。你能不能干点正事？你这个飞天纹的走势不对，应该从领口起，沿着肩线往下延伸到袖中，这样穿上之后人一抬臂，飞天就像在飞。柳夫人的长处是技艺，她的绣工冠绝长安，这一点我拍马赶不上。正面比技艺我赢不了，但我赢的不是技艺，是理念。我要让所有人看到，什么才是真正的为人做衣裳。参赛作品不是一件衣裳，是一种信念。那个林小满真要参加春长大会？是，陆巡给他报了名。陆巡那个老狐狸，我就知道他不安好心，把上个月进的那批布料4等品混在1等品里卖出去，差价够还我在赌坊欠的银子了。老爷，
以次充好这种事，一旦被发现，谁能发现？布料出了库，就不是我们的了。买家自己不长眼，怪谁？可是夫人，他不用知道，他忙他的绣花就行了，别的事我说了算。锦绣阁是我柳家的产业，是我的，可所有人都说是他秦三娘的，连我娘都说没有秦三娘，就没有锦绣阁？凭什么？她一个瘦巴巴的乡下丫头，嫁进我柳家，就把我柳田踩在脚底下？生不出儿子，养不出福气，她还有什么用？有些人的恶不是天生的，是自卑浇灌出来的。你不是跟他打赌了吗？他要赢，你就不管啦？话是这么说，但那丫头，她才开了多久的铺子？那柳夫人做了多少年了？我这不是担心吗？春行大会的事，小满的参赛名额已经拿到了，但他在长安高端市场的口碑被流言伤了一些。评委里有人收到了锦绣阁方面的暗示，可能会对小满不利。不是收买，是柳夫人在这行做了10几年，她和评委们是多年的交情，人情世故比银子更难得。你需要什么？说。我需要林老爷在商会里打个招呼，让那些评委知道，小满衣坊虽然是新铺子，但背后是林家，动小满衣坊就是动林家。这个不是给小满的，是给那些参加春商大会展示的娘子们的。他们替小满站台，总不能白站。别跟那丫头说，她知道了又该说什么“哎，我要自己来”之类的混账话了。林老爷是好父亲。哼！有一种爱叫我不帮你，但我保你公平。大人，散布林三小姐减肥流言的源头查到了，是锦绣阁的一个管事婆子，想完全收回来不容易。不过属下找到了一个破冰的办法。东市有一场小型的簪花会，京城世家的夫人小姐们都会参加。如果能让几位有分量的世家夫人公开穿着小满衣坊的衣裳出席，流言不攻自破。祖母，让祖母穿着小满做的衣裳出席簪花，以祖母在宗族的辈分，没人敢多嘴。老夫人，您今天这身衣裳好看，这是哪家裁缝做的？城西的小满衣坊，一个叫林小满的小丫头做的。你们知道她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？她量尺寸的时候，连我的轮椅都量了。她说，衣裳不是给站着的人做的，是给穿的人做的。老身活了72年，头一回听到这种话。那外面传的那些，说她嫌自己胖，胡说八道！人家姑娘好好的，圆滚滚的多可爱，谁传的这些有的没的？有那闲工夫，不如去他铺子里买件衣裳穿穿，保管比你身上这件强。最好的口碑不是广告，是穿过衣裳的人心甘情愿为你说话。最近朝廷有一批军服的单子，数量不少，银子也不少。边关将士的冬衣需要保暖轻便，结实耐穿。你手里有塞外的羊毛，又有版型设计的本事，如果你愿意，军夫，普通商人拿不到。你到底是谁？你知道了会怎样？看情况。我是能给你这个单子的人。李公子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这个单子我不能接。如果我接了你给的单子，全长安都会说小满衣长是靠关系起来的。我和林父打的赌是我自己干出来的，不靠爹，不靠关系，不靠任何人的施舍。满朝文武争着要的东西，他推了，不是不想要，是要的有骨气。
好，春山大会，我会去看。小姐，喝点汤。您3天没睡好了。春桃，你说我做的衣裳真的能赢吗？小姐，绿溪穿上您做的衣裳那天，她哭了。裴老夫人穿上您做的衣裳，说是72年来最舒服的。街坊大嫂穿上您做的衣裳，她男人说她瘦了10斤。我不懂什么春商大会，也不懂什么设计，但我知道您做的衣裳让穿的人都笑了。赢不赢的，他们已经笑了。小姐，明天的衣裳我都检查过了，每一件都没有问题。这是我为自己做的第1件不显瘦的衣裳，不显瘦，不遮掩，就是让人看到这是我，圆圆的130多斤的我，一个做衣裳的人。明天让他们看看。我看你们这锦绣轩是不想开了，你们做的什么不入流东西？这布料连锦商放都不如。哼，我看柳夫人你趁早改行，什么玩意儿现在都能做衣裳。这批素缎是上个月进的那批，这不是1等品，经纬线的密度不对，手感比1等品粗了1成，但价格按1等品入的库，是柳泉做的。与次充好，他为了还赌债，把1等品换成了次等品，差价进了自己口袋，而这些次等品已经卖出去了。如果这件事在春商大会之前曝光，把这批有问题的布料全部封存，明天之前不许任何人知道。今天来了个大人物，你好好表现。这件百花裙用了36种颜色的丝线，历时半年缂丝而成，每一朵花都是我亲手绣的。盛齐的衣裳就该有盛乔的风骨，华美、大气、雍容，这就是锦绣阁的理念。最好的布料，最好的工艺，最好的衣裳。各位好，我是锦商府的林小满，也是小满衣坊的林小满。在展示我的作品之前，我想先讲一个故事。我曾经认识一个姑娘，她1米8几，力气比男人还大，但她穿的衣裳永远是不合身的。最大号的衣裳穿在她身上也是紧的，袖口勒胳膊，后背绷到开线。她不敢抬头走路，因为怕一动衣裳就裂了。可是为什么是人去适应衣裳，而不是衣裳来适应人？这些衣裳的布料有蜀锦，有棉布，有麻布，有塞外羊毛。最贵的一件布料成本不到3两，最便宜的一件只要300文。但穿在他们身上，你们觉得廉价吗？丰腴的娘子穿了雍容华贵，纤瘦的娘子穿了娇俏灵动，年长的穿了端庄大气，年轻的穿了青春飞扬。盛齐之美，海纳百川。从来不是只有丰腴一种，也不是只有纤瘦一种，它是万千种样子。你本身就是最美。说得好！要我说，咱们这些女子
还是要穿得自己可心，做什么管那劳身子不相干的人。说得对，就该这样。你本身就是最美的。林三小姐，你的衣裳确实有巧思，但巧思不是底蕴。你用的布料是最普通的棉麻，你的绣工恕我直言，连锦绣阁学徒的水平都比不上。你用所谓的版型糊弄人一时可以，但衣裳的根本是工艺，没有精湛的工艺支撑，再好的理念也是空中楼阁。而且你在盛旗推崇显瘦，用旁门左道的版型带坏风气。圣朝以丰腴为美，这是千年传承的审美，你凭什么改变？你不配谈圣朝服饰。柳夫人说的对，我的绣工比不上锦绣阁。论技艺，您冠绝长安，我心服口服。但是我做衣裳，从来不是为了显瘦。我知道外面的人怎么说我，说我在盛旗嫌自己胖，推崇以瘦为美。我给每个人做的衣裳都不一样，我做的是让每个人穿上衣裳之后，觉得自己被善待了。柳夫人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做了10几年衣裳，你给宫里的贵妃做过，给世家的主母做过，但你有没有给你自己做过一件衣裳？你自己穿的衣裳永远是最素净的，因为有人告诉你你太瘦了，撑不起华服的雍容气度。但美人风骨，美人风骨到底是什么？你也配。圣齐和元年春上大会，头名小满义父林小满。不必，林小满，朕代天下百姓册封你为春商大会头名，赐上衣局凤玉衔，赐黄金铺面一间。都不靠任何人，你做到了，朕也一直在看。盛旗之美，海纳百川，这是他说的，朕以为说得很好。自今日起，长安服饰之制，不以胖瘦为限，不以贵贱为别，凡制衣者，当以穿者为先。圣旨一锤定音。柳泉，你卖给宫里的布料是次等品，你知不知道这是欺君之罪？柳泉，你欠我们3万两白银，今天不还就打断你的腿！不能这样，我们可是锦绣阁的东家柳家。这里有31000两，3万两还赌债，1000两赔偿客人，够了吗？三娘，从今天起，锦绣阁是柳家的产业，和我没有关系。柳泉，我给你当了10年牛马，绣了10年，撑了10年，你赌了10年，败了10年，我把赌债替你还了，客人替你赔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两清了。三娘，我错了。娘，三娘，你别走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锦绣阁，我的家呀！爹，赌约到期，我赢了。既然你得了春商大赛的头名，姑且算你赢了。你赢了，爹以后不管你做衣裳的事儿了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但你要答应爹一件事，好好吃饭，
你在城西的铺子，爹偷偷让人去看过，你熬了那么多通宵，瘦了1圈。你赢了赌约，爹很高兴，但你要是累垮了身体，赢了也没意义。好孩子，我和你爹看了春商大会，你在台上说的那些话，你爹在底下偷偷擦了2次眼泪。胡说，傻子眯眼了。你来干什么？看我笑话？不是，我来买衣裳。你改版行了。春长大会上你说的那些话，我不是全部认同，但你有一点说的对，衣裳该适应人，不是人适应衣裳。你穿的这件是给自己做的？是，好看。谢谢。还敢挪？老子给你脸了！昨天给你的那点碎银子，今天就想装死？就是，断了腿就该滚远点，别在这碍眼。你的铺子开得不错，托陛下洪福。你上次在粮行门口可没有这么客气。上次我不知道您是陛下。林小满，进宫吧。朕给你封号，给你自由。你想做衣裳就做衣裳，朕不干涉，后宫不会有人敢为难你，朝堂上也不会有人再敢议论你的身材。朕能给你的是全天下最安全的庇护。陛下，您给得了我安全，给得了我尊誉，但您给不了我自己赚来的底气。我在宫外才是我自己。谢陛下看得起，但这个忙小满帮不了。好，那朕就继续在宫墙内沉闷的宫廷空气，带起一阵属于自由的烈风，看你在宫墙外越走越远。这是我留下的，你不用回我话，我也不要你答应什么，我就是想让你知道，我喜欢你。我留了2个亲卫在长安，就守在西市附近，你有事随时找他们。小姐，他刚才都说了些什么呀？他说他喜欢我，然后就跑了。这里腰线再收半分，不用勒，顺着身形走就好，穿起来才舒服又精神。是，小姐，我明白了。陆公子，今天怎么有空过来？顺路过来看看，也是给你带一个好消息。洛阳最热闹的南市街口那间铺面我已经给你拿下了，手续齐全，下个月就能动工装修，如期开分铺。
洛阳，这么快就成了？你在长安的名声已经传了出去，洛阳的世家夫人、商户女眷早就托人来问过几时开分店。条件还是按之前的来。不必，新合约我已经改好了，6-4分成，你6我4。上次明明说好55，怎么忽然变了？因为你的衣裳已经不只是衣裳，你的名字现在比我陆家的布庄招牌更值钱，商人逐利更识货，你比我有价值，分成自然该多给，这不是照顾，是公道。好，那就依你，我信你。我也信你。这是我在苏州找到的前朝女裁缝留下的纹样手稿，你应该用得上。裴叔叔，您每次来都带书给我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您了。不用谢，你好好用就是最好的谢。亲卫每月送来书信，汇报林小满的近况。他好就行了。怎么样？你画的这个人是我？当然是你，你一直这么好看，只是以前你不知道。林小满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嫁给我。不嫁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天说800遍俗不可耐，跟你过日子太累。行，那我明天再问。他会越走越远，远到不需要我，那就远吧。生意归生意，合伙人归合伙人，他需要的从来不是一个男人，他需要的是一个舞台，而我恰好能给他搭台子。吩咐下去，今年江南送来的新面料，优先供小满一方挑选。我到这个世界半年了，上辈子我花了24年跟自己的身体较劲，节食、暴食、减肥、反弹、焦虑、自我否定。136斤像一个诅咒，缠了我24年。现在我还是130多斤，可能多了一点，也可能少了一点，我不知道。因为我不撑了。善待每一个人的身体，包括自己的。我不恨那个减肥的自己，他也是我。他在一个被白幼瘦绑架的世界里拼命挣扎，他没有错，只是他不知道，他本知道，本身就已经足够好了。小姐，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儿，李公子、陆公子、裴相、霍将军、苏公子，您到底喜欢谁啊？我喜欢我自己。林小满，今天要不要嫁给我？这个世界会告诉你，你太胖了，你太瘦了，你不够好，但你本身就是最美的。记住这句话，然后好好吃饭。